臣不敢。本就是臣失职，至于受伤一事，也是臣学艺不精，才被那名白衣剑客所伤。那剑客一直没查出来是谁，你与他交手过，能不能猜到些什么？庭外忽然起了一阵寒风，范闲的后背一下子麻了起来，竟是有一滴汗从脖子那里流了下来，沿着内衣的里子往下淌着。他不知道皇帝这一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，却觉得自己如果一个不慎，就会前翻尽书。白衣剑客是影子，不管陈萍萍是基于什么原因做了这个局，在与自己通气之前，当然不会把真相告诉皇帝。但如果皇帝隐约猜到此事，自己该怎么回答呢？如果说自己不知道，会不会动摇自己好不容易在皇帝心中树立起来的地位呢？只是一刹那的惊愕，范闲极好地掩饰了过去，惊疑道：陛下不是说那白衣剑客是四顾剑的弟弟吗？当年东夷城征城大乱，四顾剑剑下无情，将自己家里人不知道杀了多少，传说逃出去了一个兄弟。朕是用猜的，当日高楼之上那黄日一剑，如果不是四顾剑的剑意，朕的眼睛怕是要瞎了。范闲心头稍安，知道自己赌对了，微笑着说道：可惜了，如果能握着实据，来年借此名义对东夷城出兵，臣这伤也算是值得。这话骚中了皇帝的痒处，这位皇帝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无耻的搞法，笑道：四顾剑被废戒治好之后，就再也没当过白痴，怎么可能认这个账？首先便是不承认在世上还有个弟弟活着，接着便是送上国书，对朕遇刺一事表示震惊与慰问，对刺客的穷凶极恶表示难以置信。中年人自顾自地说着，却发现没有人响应自己难得的幽默。回过头一看，发现范闲正在很认真地看着自己，庭外那个小太监更是半勾着身子不敢发声。看着这一幕，他的心底不禁叹了一口气，想着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敢像那个女子一样没上没下和自己闹腾的人，果然是再也没有了。皇帝心绪有些黯然，缓缓开口问道：范闲，当日楼上为何你先救平儿？范闲坐于轮椅中请罪，沉默许久之后才应道：当时情形，若臣至陛下身边，也只得挡住前面那一剑，顾不得身后那一刀，3殿下却危险。哦，莫非朕的命还不如平儿的命值钱？臣罪该万死，当时情形紧张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待你冲到朕身前时，先机已失，难道你就不怕死？范闲想了一想之后，终于说出了句大逆不道的话。他看着陛下沉静的双眼，苦声说道：当时臣想着，拼着这条小命，如果能挡了那一剑，自然是极好；如果挡不了，能和陛下一同去另一个世界看看风景，也算是极大的荣幸吧。皇帝微微一愣，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笑声震天而起，传至庭外极远处。皇宫里院子角落边上候命的太监宫女们听着陛下难得的开心笑声，不由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范提斯今天是讲了什么样的笑话，竟然将圣上逗得如此开怀。皇帝止住了笑意，此时越看范闲眉宇之间那抹熟悉的神情，越是老怀安慰，放缓了声音说道：此去江南，你自己多注意些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。听说你在北边也是这么闹腾，堂堂大臣也不知道惜身存命。范闲微感窘迫，知道陛下这话说的有道理，国之大臣有几个会像自己往日那样灌出险锋之举呢？只是自己骨子里就喜欢单身独行，说到底还是对别人都不怎么信任。不过离江南之行还有几个月，皇帝这临别之语似乎说的有些太早。范闲想到一桩要紧事，有些不安地说道：陛下，先前在宜贵嫔那处说的是玩笑话？皇帝将双眼一瞪，冷冷说道：君无戏言。臣年齿不高，德望不重，怎可为皇子师？听说你在北齐上京时，那个小皇帝都很敬你，至于德望，
连庄莫寒都赞许的人为什么做不得？北齐太傅也只不过是庄莫寒的后辈，如果不是瞧着你年纪实在太小，朕便直接明旨宣你入宫讲学，又有谁敢有二话讲？可是，范闲有些后悔自己虚荣心盛惹出来的赫赫闻名，苦恼应道：可是臣明春便要往江南一行，误了三皇子学业不好。带着平儿去，朕已经与太后说好了。范闲张大了嘴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好好做，江南事罢，在京中再放2年，朕让你入中书门下。他盯着范闲的眼睛，语气柔和：朕是看重你的。范闲略一沉默以后，毫不矫情地点了点头，知道谈话已毕，便准备请辞回家。不料皇帝又挥挥手，淡淡说道：今日立冬，宫中有宴，你就在宫中用饭，朕已让人去你家接婉儿。范闲心中又是一惊，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，还是什么都说明不了。太后想见见你老人家想见见婉儿的夫君究竟生的是什么模样。皇帝坐着御辇离开了，庭中清静下来，只剩下范闲与那名今日专门负责推轮椅的小太监。范闲注视着皇帝离开的方向，眼中一抹冷淡自嘲一闪即逝。今日受召入宫，虽然事发突然，但他仍然有些小小的期望。或许那个中年男人会让他去看看那幅画呢，或许那位中年男人会对他说些什么呢？没料到最后依然是这种人君忠臣的奏对。范闲的心里有些隐隐的失望。帝王家本就是无情地，这点他当然清楚，而他也从来没有将那位中年男人当作自己的父亲看待。所谓失望，其实只是为那个叫做叶青梅的女子失望。看着皇帝对待他的态度，就知道他是一位薄情之人，至少对于母亲并没有应该的感恩之心与足够的怀念。换句话说，就算皇帝如今对他已经是无比的信任，就算已经将他当做了最亲近的臣子，但依然只是臣子而已。如果自己真的有一天揭破身份，不再是一位护驾有功的忠臣，而涉及到那把椅子的归属，范闲心里冷笑着。对于当皇帝，他没有一丝的兴趣，当监察院提司却是他从小就养成的兴趣所在。但是当不当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中年男人让不让他站在排列的序列里面，这就是道德问题了。操，老子不稀得说你！骂皇帝娘发泄完毕，范闲深吸了一口气，知道自己这郁闷也确实没道理。因为宁才人是东夷女服的缘故，大皇子被许多人从心里自幼就剥夺了继位的权利，更何况自己这样一个见不得天日的角色呢？再说母亲当年的离奇辞世，一定还有一些尾巴没弄干净，才让皇帝迟至今日也不敢与自己相认。让范闲有些莫名的是，明明从猜到我身份那天开始就断了这个念头，为什么今天却忽然这么计较起来？滴答一声轻响，是一滴血水从庭檐上滴落了下来，柔柔地击打在石阶上，声音将范闲惊醒。他举目望着庭外的初冬景致，叹了口气，心想也许正是这宫里的环境太过压抑，才会让自己去想那些本不必想的无聊事吧。提司大人，晚膳还有些时候，陛下交代过，您可以随意逛逛。小太监红烛低眉顺眼地说着，话语里打着哆嗦。能在后宫里随意逛逛，我又不是在梅园养伤，还是少犯些忌讳为好。就在这亭子里看看吧。他注意到小太监的声音，眯起了双眼，像两把小刀子一样在小太监的身上扫了一遍，这目光让小太监有些紧张。冷？是。流汗了？是。不要害怕，陛下既然放心让你在这里听，自然是信任你。说的也是，今日庭中皇帝与范闲的谈话看似家常，里面隐着的信息却十分的丰富。红烛今天第一次知道，监察院与二皇子的争斗内库的事情，原来竟是皇帝默许。范提司聪慧无比，暗合圣心之举。
而似乎范提斯马上又要有什么大动作。这些事情如果传出宫去，只怕会引起轩然大波。红烛很可怜地应道：奴才不怕。范闲看着小太监那张坑坑洼洼的脸，忽然好奇问道：太监也长青春痘？青春痘？红烛微微一怔，旋即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有些恼火应道：小的也不清楚。庭外一片安静，远处隐有宫女走动，四周寒湖凛然，湖上有风徐来，入庭绕于身旁，略平心中躁意。范闲笑了起来：你就是红烛？红烛没有想到，居然连提司大人也知道自己的名字，面上顿时觉得有些光彩，呵呵应道：正是，难为提司大人知道小的名字。陛下进士，乃是要害处，本官既是监察院提司，当然要小心防范。更何况前些日子太极殿的小太监里面，才出了名刺客。红烛一惊，不敢接话。范闲温和说道：陛下既然信你，本官自然也是信你。听说老戴如今在做苦役。红烛看了他一眼，试探着说道：是啊，挺惨的。我也不怕什么忌讳，老戴这人我打过交道，人是不错的。小公公在宫中，还请帮忙照顾一下。红烛心头大喜，月前他就指望着能够通过戴公公攀上面前这位年轻官员的门路。对方既然这么说，那就是有戏了，赶紧恭敬应道：您吩咐，哪里敢不照办？劳烦小公公了，日后家中有什么为难事和我说一声。他不用说得太明白，对方也应该知道通过宜贵嫔联络自己。回到宜贵嫔居处的树芳宫时，真是大凑巧，自9月后便一直没有机会朝面的北齐大公主也从太后那宫里回来了。大公主在成婚之前便是安排在这宫中居住。她看着坐在轮椅上的范闲，略吃一惊，只是二人也不方便说些什么，稍一行礼便退到了后面。宜贵嫔瞅了范闲两眼：一路从北边回来的，怎么挺陌生啊？范闲时刻不忘广拉盟友，安插钉子，像大公主这种要紧的角色哪里肯放过呢？只是在众人面前当然要装得陌生一些，应道：身份不一样，再说男女有别。你这孩子比大美女还要生得俊，不怕你去祸害别人，就怕别人来招惹你。范闲唬了一跳，说道：哎，你可别瞎说啊。转头看见三皇子还在那里平心静气的抄书装乖巧，不知为何气不打一处来，摇摇头问道：这事儿太后真允了？话语里确实含着不敢相信的腔调。宜贵嫔看着范闲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我也是今日才听陛下实允了，不过这是好事情，老祖宗怎么会反对呢？范闲自嘲一笑，心想事情才没这么简单。想了一会儿以后认真说道：我去江南，小三儿跟着我，你也舍得？江南水好人好风物好，有什么舍不得？宜贵嫔忽然招招手，让他靠近一些。范闲依言靠了过去，离他只有1尺的距离，似要嗅着这位贵妇人喷出来的如兰气息，才听着他压低声音咬牙说道：你带着他离宫里越远越好，最好能拖几年就拖几年。范闲微怔，才知道宜贵嫔做的是这等消极打算，摇摇头说道：一味退让总不是个事儿。再说了，江南内库也不需要花什么功夫，我只是过去看一眼，总不能老拖着。宜贵嫔想了想，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，有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这话确实，陛下也不会允你总不在京都。三儿毕竟年纪还小，不值当这么一早就开始操心。再说了，太后在宫里看着几个孙子，太出格的事情那几位也不敢做。毕竟咱们和其他那几座宫里不一样，尚书相说话还有几分力气，父亲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退。再不济，还有我不是？得了这句话，宜贵嫔终于放下心来。以目前的发展趋势，范闲在朝中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。朝中宫中往往是两相影响的两个独立圈子，只要朝中有人，他与李承平母子二人在宫中也会过得轻松许多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大家都已经点得极为透彻。
在保留了那么几分可喜憨直的宜贵嫔看来，自己为孩子着想，和范家绑得越紧，自然就越好。哎呀，让三儿跟我下江南，就有一件事情，您得允我。范闲瞥了一眼正在偷听却什么也听不到的三皇子，什么事？见他说的严肃，宜贵嫔也紧张起来。我不怎么会当先生，像外放在州郡里的那几位门生，你也知道，但是他们自个儿10年寒窗的造化，我只能将殿下当弟弟一样教，难免会有些不恭敬的时候。听着当弟弟一样教这句话，宜贵嫔眉开眼笑起来，根本想不到范思哲如今在北边的惨状，连连点头。范闲像看神仙一样看着他，心想这位怎么像中了6合彩似的高兴呢？试探着说道：可能有时候会动手。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。